为什么夜市大排档的炒粉、炒面、炒饭那么香，那么好吃？其中的奥秘是什么呢？大家好，我是大叔阿斗。有3点的不同对味道的影响特别大。第一点的不同就是用的油是不一样的，会使用特制的葱油，但是一定要多加一物，能让味道提升 50%。准备一节清洗干净的大葱，斜刀切成片，大约60克。再准备一个清洗干净的洋葱，从中间对半切开后，把它们改刀切成细丝。我们把葱心的部分和不规则的部分放入一个盘中，大约100克，它们用来炸葱油。剩下比较均匀漂亮的洋葱丝则放入另外一个盘中，用来做炒粉炒面的配菜。接下来准备一把清洗干净的小葱，把根部切掉后，前半截改刀切成葱段，后半截改刀切成葱花，全部切好后单独放在一个小碗里面。下一步把切好的葱段和洋葱、大葱放在一起，准备一口干净的锅，我们倒入300克植物油，开大火把油温升到150度，插入一根筷子。如果发现筷子周围出现了很多密集小泡，就说明油温到了，需要立刻调成最小火。再把3种葱倒进来，用中小火炸15分钟，把它们的香味炸进油里面，炸到它们微微焦黄就立刻关火，让余温继续静炸5分钟。5分钟后，用漏勺捞出残渣，然后用力的挤一下，挤干里面残余的油脂。再次开火加热，我们加入一种秘密武器，它就是猪油，这里加入50克。猪油的加入有3大好处：第一当然是增香提味，极大的提升口感；第二是让炒出来的炒粉、炒面、炒饭表面具有光泽感，让人一看就有食欲；第三，它的附着效果好，能让调味品更好的附着于食材表面。用炸好的葱油融化了猪油，香味不仅更加丰富，还能去除猪油的腥味。把混合好的葱油用漏勺过滤一下，放入一个大碗里面。每一份炒粉、炒面、炒饭加入1汤勺就可以了。下面给您介绍专用的酱油，分别是炒股老抽30克、蒸鱼豉油90克以及味极鲜酱油90克。然后我们把3种酱油混合在一起，其中老抽的量可以根据当地人的饮食习惯进行调整。这是一种性价比比较高的做法，在调味品批发市场上有大桶销售，而且价格稳定。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提鲜的料粉，我们按1:1的比例准备鸡精、味精和胡椒粉。鸡精和味精没有什么好说的，选择大品牌就可以了。胡椒粉的猫腻很多，一定要仔细看配料表，或者直接购买白胡椒粒自己打成粉。把它们混合均匀后，有条件的话用研磨机把它们打成粉，这样使用起来更方便，也能减少一些不必要的麻烦。问您一个问题，炒粉、炒面、炒饭哪一种利润最高呢？利润最高的是炒饭，其次是炒面，最后是炒粉。从出餐的速度而言，最快的是炒饭，其次是炒粉，最后是炒面。下面给您介绍一下炒饭用的米饭如何选择。蒸米饭的时候，米和水的比例是多少？蒸完之后又该如何处理呢？怎么样炒出的炒饭颗粒分明还弹牙呢？这里有2种大米，一种是东北大米，一种是普通的大米。不知道您是否知道，大米分为3种，分别是精米、鲜米和糯米。按年度由高到低来进行排序的话，糯米年度最高，精米次之，鲜米年度最低。糯米肯定是不能炒饭的，而东北大米其实属于精米，这种普通的大米其实是一种鲜米。做炒饭的米优先选择鲜米，它具有价格便宜、出饭率高、炒饭时不粘的特点。下面我们把2种大米分别蒸熟一下，让您更直观的感受一下差别。不管是哪一种大米，都要先淘洗干净，洗净后沥去水分，放入一个电饭锅的内胆里面，然后加入没过大米的清水。因为是炒饭专用的，所以米和水的比例是1:1.2。300克大米的话，水的用量是360克。盖上盖子开始蒸饭，跳闸后焖半个小时。时间到，立刻打开盖子，趁热用勺子把米饭趴散。我们对比一下，可以发现东北大米蒸出的米饭特别粘稠，而普通鲜米蒸出的米饭颗粒就比较分明。趴散后放入个大盘里面，增大与空气接触的表面积，让米饭自然的冷却。其实差不多4个小时之后就可以炒了。东北大米需要的时间更长，这个过程不仅仅是为了让米饭脱水，表面变得更干燥，也是让大米中淀粉出现老化的情况，从而增加弹牙的口感。放入冰箱冷藏能够加速淀粉老化的过程，但是并不能减少表面的水分，故而自然冷却是最好的处理方法。等待冷却的时间，我们准备一下其他的配料。准备2根火腿肠，用刀切一下，撕去外皮，先改刀切成条，再改刀切成小丁。这一类食材本身就是熟的，切好之后装盘备用即可。再准备2根腊肠和1根剥好的玉米，它们就需要提前蒸熟。准备一口蒸锅，把它们分别放入蒸锅里面，蒸15分钟的时间。蒸好的玉米粒直接装盘备用。等腊肠冷却后，也改刀切成小丁。再准备一点清洗干净的豆芽和一点胡萝卜丝，然后焯水把它们煮到8分熟。准备一点腌好的肉丝，
锅中加入多一点的葱油，油温120度，倒入全部的肉丝，把它们划散，把它们炒到全部变色后，就立刻关火，然后连同油一起倒出来，让肉丝泡进油里面，起到一个隔绝空气、保持嫩度、防腐变质的效果。以上这些做法都是为了减少烹饪时间，如果生意不是很忙的话，肉丝也可以现炒。其中辣椒油的做法可以参考我以前的视频。总体而言，青菜是随意搭配的，都具有容易买到、价廉物美的特点。至于炒粉和炒面的准备，如果使用量不是很大的话，最好直接购买。先介绍炒粉的做法。准备一个碗，打发一个鸡蛋，锅中加入1汤勺混合油，油温5趁热，把鸡蛋液倒入锅中，鸡蛋液预热膨胀，等它定型后用勺子划散。特别忙的时候，鸡蛋也不打发，会打入锅中直接炒。先加入洋葱丝，快速的翻炒几下，炒出它的香味，再依次加入豆芽、胡萝卜丝，把它们炒热，然后把炒好的肉丝倒进来，再倒入1人份的米粉，开大火快速的翻炒，把米粉炒热炒软，炒软后就可以调味了。朝锅中加入2到3勺特制的酱油，再加入1小勺的混合的提鲜剂以及适量的盐，把米粉炒上色，炒出锅气。喜欢吃辣的朋友还可以加入适量的辣椒油。起锅前加入点葱段，再翻炒几下即可起锅装盘。一份香气扑鼻又好吃的肉丝鸡蛋炒米粉就完成了。用猛火炉炒的话，最多1到2分钟，因为回锅的时间特别短，肉丝还是特别嫩，米粉也是非常的入味爽滑。接下来用同样的方法炒一份炒面，大家就会发现为什么炒面要慢一点，前期的流程是一样的，主要差别在于到了要给调味品的时候，我们需要加入少量的清水，有条件的话可以用高汤代替，加调味品的流程是一样的。还是开大火不断的翻炒，在加热的过程中，水分会不断的蒸发，同时汤汁会被面条吸收进去，一直炒到锅中看不到水分了，撒上一点葱花，翻炒几下即可起锅装盘。一份香气扑鼻又好吃的肉丝鸡蛋炒面就完成了。面条非常的劲道，也非常的入味，但是吃起来又不干，和炒粉是不一样的感觉。接下来我们开始炒饭，先准备1碗米饭，用的是东北大米，它会比较难炒一点，所需的时间会更长。准备一个碗，打发一个鸡蛋，锅中加入1汤勺混合油，油温5趁热，把鸡蛋液倒入锅中，鸡蛋液预热膨胀，等它定型后用勺子划散。炒饭的鸡蛋一般会炒得更老一点，这样蛋香味也会更浓郁一些。然后朝锅中依次加入适量的玉米粒、适量的火腿肠以及适量的腊肠，再把准备好的米饭倒入锅里面，一边开大火翻炒，一边用勺子不断的按压米饭，让它们散开。炒爽后就可以调味了，火腿肠和腊肠都含盐，盐就要少加一点，再加入1小勺的提鲜剂，加入1勺调好的酱油，还是开大火不断的翻炒，炒到米饭基本上都散开了，撒上点葱花，翻炒几下即可起锅装盘。给大家对比一下，用普通大米炒出的炒饭效果就要好多了，用酒店的炉子炒的话最多1分钟。我是大厨阿斗，感谢您的观看。如果您也喜欢我的视频，请您关注、点赞、收藏、转发给更多的人。